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50公里桃花坞6，孟子义和汪苏泷重返桃花坞，徐志胜的天终于亮了。从开局的王传君归来，到如今的孟子义和汪苏泷返坞，综艺50公里桃花坞坚持到了第6季，却成了很多人的家。孟子义在很多公开场合都说过，在桃花坞里的人或许看起来并不热络，但出了桃花坞的每一次相遇都倍感亲切。作为50公里桃花坞的导演，最想要留下的坞民，孟子义这3个字在桃花坞的影响力可想而知。身为龙头企业家，桃花坞的首富徐志胜曾经说过，桃花坞的每一块桃花壁都是要姓孟的。而孟子义的版图在桃花坞的巅峰时期，就连汪苏泷带领的吃铁饭碗的650都要避其锋芒。50公里桃花坞的第6季，摄政王汪苏泷忙着开演唱会，孟子义则在剧组连轴转，没有太多假期的他们无法常驻桃花坞。你看，喜欢这里的人，连来这里录制综艺的工作都成为了一种度假的方式。毕竟，谁放假了不要回趟家呢？对于孟子义来说，这一季的桃花坞很不一样，因为他昔日的老师综艺1年级袁咏仪也在这里。在孟子义被全网黑的那些岁月里，他在这档综艺中与袁咏仪的小矛盾被极限放大，甚至断章取义的剪辑。别人只想让人看到孟子义与袁咏仪最不合的一面，便直接剪掉了这对师生把话说开的画面。所以，当孟子义终于被看见之后，很多人都会恍然大悟吧。这么高情商的人，当初怎么会做那些做天做地的事情？就在孟子义与袁咏仪、王子奇一同赶往桃花坞之时，另外一边的汪苏泷也被李佳琦和徐志胜接上了车。汪苏泷的存在可以说是照亮徐志胜的一道光，哥哥来了，徐志胜的天就亮了。难怪他会在车上念叨着大哥来了，心里就是踏实。虽然汪苏泷只赶上了最后一波的录制，但雾里的消息是一点没落下。尤其是李佳琦在桃花坞结婚了这件事，那可真是传遍四方。陈星海从新雾民到新妹夫，那可真是彻彻底底成了老雾民的自家人。只是，虽然成了自己人，反诈一时也是一点没放下。曾经的董思成和周逸然都被孟子义的甘之如饴当当铺给坑成啥样了。可如今的陈星海却懂得提前转移资产，反将孟子义和徐志胜一军。新老雾民陆续抵达桃花坞后，最搞笑的一幕出现了。王子奇给萧敬腾介绍孟子义，很自然地说了句孟姐，直接把萧敬腾整懵了。让一个87年的老大哥叫一个95后的小姑娘做姐姐，我们萧老板是真不知道怎么接，只能懵懵地反问一句，我也要叫孟姐吗？孟子义回归桃花坞，可是做足了准备，不仅要继续经营甘之如饴当当铺，还特意为这一季桃花必充足的嘉宾准备了量身定做的业态。搞笑的是，我们孟姐干啥都大大方方的，挨个掂量雾民们的小钱包。谁适合自己的业态聊斋志异，说出你的故事，谁不适合自己的业态也是直接说出来。开会分房环节，孟子义惊讶地发现，每一位雾民想要入住哪里，似乎都要问过徐志胜。这俩人就一季没来，徐志胜都已经混到这么高的高度了。没错，徐志胜是经本季唯一的大家长刘涛亲自认证的这一届桃花坞的话事人。甚至众人提议推举汪苏泷和孟子义做雾场的时候，都要问过徐志胜。被迫上岗成为雾场的孟子义，看到悟道办要求雾民在这一季结束之前要为公共账户赚出8000桃花币的时候，
直接大手一挥，承诺赞助。这大概就是桃花坞首富的底气吧。孟子义带着全新业态回归，与徐志胜这位合伙人再度联手，打造出了一个说出你的故事，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角落。交钱说故事，而这个故事是否能赚钱，全是孟子义和徐志胜说了算。听上去似乎很离谱，但只要孟姐想做，就一定会成功。毕竟当初甘之如饴当当铺被周毅然义正言辞的抨击，最后不也要心甘情愿去典当吗？没有故事也可以参与这个业态，花钱听故事也是不错的选择。在这里消费的物民，一旦解锁最终的造梦空间，就会获得孟子义和徐志胜为其量身定做的惊喜。虽然惊喜的内容不能透露，但孟子义承诺会比悟道办承诺的攒够8000桃花币所给的惊喜要大很多。当新物民还饶有兴趣的咨询时，老物民王子琪仿佛已经看透了一切。对于孟子义精心准备的新业态，王子琪只用2个字来形容：诈骗。虽然新业态出师不利，但还有新妹夫支持。陈鑫还选择 all in， 将自己的小钱包都交给了孟子义和徐志胜。这俩人也是够意思，承诺相信他的人品，绝对不打开钱包。最好笑的是，当汪苏泷想要支持一下弟弟妹妹的时候，徐志胜直接用一句“大哥，我们不想伤害你”，把旁边的陈鑫还给惊着了。然而两方博弈，真是应了那句老话，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陈星海提前转移资产，包里没剩下啥钱，全是1块的桃花币。孟子义和徐志胜也打开了钱包，发现自己被骗。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孟姐可不怕被骗，毕竟自己更黑。不愧是宋丹丹带出来的兵，那规则是说改就改。当场宣布所谓 all in， 就是未来4天赚的钱都给他们。当然了，交过钱的可以反悔，但他们不退钱。虽然这个业态听起来很不靠谱，但物民们却对听别人的故事非常感兴。孟子义精心给这个环节取名为聊包场，结果到了物民的嘴里，不是偷听、旁听，就是窃听。因为孟子义和汪苏泷回归，这一期的50公里桃花坞终于对路子了。想念桃花坞昔日氛围的人，一定要来看这一期，超好看。